来到这个地方，但是至于到底有多安全或者多危险，大家可以在后面的4、5天的时间，您去感受完之后，你就会发生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认知，绝对是跟你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不一样。在国内哈，到境外之后，你会发现截然不同，完全不一样哈。那我们来到阿联酋，我们先说一点小的注意事项哈。这个国家阿联酋跟我们一样，同属于亚洲，但是有点区别，这边在西亚跟我们那风俗有很大的不同，而且啊，这是一个穆斯林国家，所以是一个宗教国家哈。那有我们的国家呢，就有更大的一个不同了。那我们也给大家讲一讲在阿联酋哈需要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落地的是迪拜酋长国，我们这一趟呢要去4、5个国家，去4、5个酋长国，把它7个酋长国跑的差不多哈，基本上就走完了。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在这些行程当中都需要注意什么。跟大家总结了几个点哈。第一个是3禁，禁什么呢？严禁黄赌毒，严禁黄赌毒哈，就是违法断纪的事情不能干。这3个在阿联酋抓的是最严格的，一定要注意，严禁黄赌毒。第二个是4忌，忌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抽烟，我们这样有抽烟的朋友哈，抽烟只有在户外的地方，头顶蓝天，脚踩大地，旁边有烟灰缸的地方可以抽烟，室内是不可以抽烟的。如果在房间内抽烟哈，最低的罚款是500迪纳姆，就1000元人民币。如果说你抽完烟，你又不想交这个罚款怎么办呢？那就恐怕你带到警察局拘留7天。这是他们的处罚。第一个抽烟，第二个是喝酒。阿联酋呢，所有的公共场所不可以喝酒，哈，那只能在我们的一些有酒牌和酒证的地方可以喝。比如说4、5星级酒店的这个行政酒廊、行政酒吧里面，我们可以喝酒。那喝完酒之后啊，也切记在房间里面去待着，不要再出来，不要在外面乱晃。要是一下喝得开心，在外面啊，这个对吧？载歌载舞，被当地人看到了，会举报我们。举报之后呢，在阿联酋至少会被拘留15天以上的一个时间哈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那第3个呢，就是我们拍照要注意一下，拍照哈，出来玩肯定要多拍照，对不对？拍照有什么注意事项呢？来讲一下哈。第一个哈，就是你发现在阿联酋会有很多的国旗。第一个国旗呢是阿联酋的国旗，你随处可见，它的左边呢是一条红色的，右边呢上面是绿色，中间是白色，下面是黑色。这个4色国旗啊都可以拍照，是属于阿联酋的国家国旗，都可以拍。但是你看到什么5星红旗，什么美国国旗、日本国旗，请大家都不要拍摄。但是其他国家的领馆和使馆哈，这个拍照的话等同于间谍，那个是绝对不可以拍照的哈，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一点。这就是很多安检的地方都不可以拍照，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哈。那这是拍照，还有当地人的拍照也要注意一下。就这边有很多的本地人，大家刚刚出来应该接触到，对不对？穿白袍的有接触到吗？就是阿联酋本地的男性，你会看他们的女性啊，穿着黑袍在。这2个哈，不要直接怼脸拍，你可以公共场所可以这样拍一拍，把它入镜，一般他都不会介意。但是如果你怼着他的脸拍，他就会很介意，尤其是黑袍女性，非常传统，非常封闭的，请大家注意一下哈。如果说人家介意会让你删除照片，请大家配合他哈，不要侵犯人家的隐私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在阿联酋，如果你拍了别人的照片，人家让你删除，一定要马上删除，不然叫警察过来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都把你逮捕的，侵犯别人的隐私权哈。第一，你违法在前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然后第4个呢，就是阿联酋当地的一个网络问题，跟大家说一下哈。在这边呢，请大家不要下载和点击任何的陌生链接，下载任何的陌生 APP， 好不好？就你在境外就不要去在这个苹果手机啊，或者是华为手机里面啊，这商店里面就不要下载任何的软件了，也不要点击任何短信收到的链接，也不要接听任何陌生或者境外的电话，好不好？都不要弄哈，因为这边哈，诈骗那应该也听说过，主要就是存在这些电信和网络的诈骗。今天早上我还看到有朋友发朋友圈在讲哈，刚刚落地迪拜，信用卡就被盗刷了，这个很正常的哈，所以一定要注意，不要下载任何链接，不要点击任何链接，不要下载任何软件哈，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。那网络呢还会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你在阿联酋使用他们的 WiFi， 你会发现你不可以跟中国进行微信的语音和视频电话，但是发文字消息、图片消息、视频都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打电话，明白吗？这点要注意一下哈。如果你使用自己的网络是可以的，那是网络问题，给大家提醒一下哈。这4个注意啊：抽烟、喝酒、拍照，还有这个不要下载任何的链接，诈骗这一块的哈。第5个哈，这就是5个小的注意事项。第1个呢是时间哈，我们跟大家先对一下时间哈。现在是阿联酋时间的11号
6点26分哈，6点26分，现在对一下，中国时间应该是10点26分哈，比中国是晚了4个小时，所以大家来到阿联酋呢，阿联酋送给大家第一份礼物就是时间哈，最宝贵的礼物哈，我们现在比中国的朋友们多4个小时了，很划算哈，所以今天更划算，今天这一天可能是我一生中比较长的一天，今天有28个小时，今天28个小时，明白吧？啊，因为现在实际上在中国时间已经到了10点半，现在还只有阿联酋6点半，所以今天很划算哈。那这是一个注意的。那我们后面出行的时候呢，那一定要注意一下哈，我们要严格按照我们约定的时间来。我们车上啊有将近20位朋友，所以人比较多哈，一定要是准时啊，准时。我们在下车之前会来约定时间，大家觉得时间不够，提前告诉我们约定更长的时间。但是啊，到达约定的集合时间之后，请大家一定要准时回来，不要相互等待哈，这样到时候大家情绪会比较不好啊。这一点，那第二点呢，就是阿联酋当地的货币哈，就在这边我们去购物啊，或者去游玩啊、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使用什么货币比较方便呢？大家知道阿联酋的当地货币叫什么名字吗？迪拉姆。哎，叫迪拉姆，对对对，很棒哈。1迪拉姆约等于2块钱人民币。哎，你大概就是看它的价格，就是上面写的一般都是迪拉姆和美金，一般是迪拉姆。迪拉姆的标志前面写的 AED 哈，这是它的一个单位。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单位基本上就是迪拉姆，如果是 US dollar 大家应该很熟悉啊，就这个钱的标志，对不对？很熟悉的。那1迪拉姆约等于2块钱人民币，那1美金约等于3.5迪拉姆，1美金约等于3.5迪拉姆啊。如果大家在这边消费的时候，你给人家美金，比如给他1美金，他找还给你的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是美金，是迪拉姆，按照1比3.5来结算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使用这个迪拉姆，那它就是以现金找还给你呢。第三个就是刷卡，刷卡会比较方便一些，能刷卡的地方尽量可以刷卡。那还有呢，就是大家可能会关心，那支付宝和微信可以用吗？很少的地方可以用，很少的地方可以用哈。那是我们这边当地使用的这货币。第三个呢，就是阿联酋当地有个小费制度，但是大家在酒店里面早上起来可以不用放小费的，这个旅行社已经结算过了哈，所以早上起来不用放小费。那你觉得很开心啊，也可以一样的放，没有问题好不好？哎，多放永远没有错哈。这第三个，第四个呢就是服装问题哈。那相信这个阿娟已经来讲过这个问题的，就是我们去清真寺，这是最重要的服装问题，我还跟大家强调一遍哈。男士呢其实很简单，上衣有袖就可以了，短袖就行。裤子呢盖住膝盖，长裤就行了，长裤就行了。那你穿长袖呢是更好的，因为可以防晒，可以防晒哈。女士有头巾没有？有头巾哈，哎，女士一定要头巾，如果没有头巾怎么办？防晒衣呢，帽子盖上也是可以的。上衣什么样合格呢？像我这样子，大家看我就是很标准的女士着装。上衣长袖盖住手腕，长裤盖住脚踝，长裙也可以，长裙也可以哈。但是哈，不要穿紧身的、破洞的、蕾丝的、透明的，尤其是透明的，就是你的衣服是白色的，这种是最容易透明的。白色的衣服很容易透明，通过你外面的衣服看到里面肌肤的颜色，这个就是透明哈。一会儿大家自查一下哈。哎，一会儿我们去完这个古堡运河哈，大家就把这个服装给换上哈，我们就直接去阿布扎比的。这是服装问题。那日常问题的一个服装着装问题，给大家提醒一下，我建议大家尽量每天是长袖和长裤出来，去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去。再一个防晒，这边阳光真的很强了，紫外线很强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，一不小心就会晒得很黑哈，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。再就是呢，平时每天带个外套，室内温差比较大，室内比较凉快，室外的话它就比较温暖。那这边的热一般是干热，还好啊。第五个问题呢，就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刚刚出来有没有收到一张流量卡？那卡是可以用的啊，如果你后面想用跟我说一声，但是我可以教你一下哈。然后那个卡你把它灌到你的手机里面去，然后把它打开之后呢，你就会收到一条短信，回复你的出生年份，然后收到它的回信就可以使用了哈。但是也不可能进行微信的语音和视频通话哟，这个要大家注意一下哈，因为是阿联酋当地的网络，阿联酋的当地网络就不可以，保护大家哈，也是保护隐私，也是保护大家的安全，财产安全。好哈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左前方。认识这个建筑吗？迪拜的网红建筑之一，它是未来博物馆，听说过没有？上面是一个眼睛，下面是地球，然后这边一个手势，看到没有？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大手，对不对？现在教大家一个拍照的手势，好不好？这个手势，这是迪拜酋长独创的手势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来比哈，先比个大拇指，这个是 No.1 的意思，世界第一。
啊。那这个呢是业，我们所说的业，对不对？就是 victory 胜利的姿势啊。那加到一起就是做到世界第一，你就是胜利者。这是迪拜的一个理念，事事都要争第一哈。迪拜的首饰，大家可以记住一下酋长的首饰哈。那刚刚的未来博物馆是迪拜的网红建筑，非常非常出名哈。未来和博物馆是一个冲突的名词哈。未来是指的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博物馆是展现已有的东西，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冲突的词语。这个地方也是迪拜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哈。上面呢像一个眼睛一样。像一个眼睛一样，眼中呢是空的，这就是已知人类已经探索过的世界；眼外呢就是人类还没有探索过的世界。哇，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，非常非常特别。下面是地球，那还有告诉大家一点啊，这个里面展现的是2071年的世界，现在是2026年，对不对？它是2021年左右建好的，那展现的是未来50年的世界啊，非常具有新的理念。这边介绍一下，这边介绍一下，大家看到它这个左前方哈有一个高塔，看到没有？哈利法塔吗？这个就是全世界最高楼哈利法塔，全世界最高楼。这哈利法塔是不是有朋友知道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迪拜塔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现在叫它哈利法塔哈，这就是全世界最高的楼，高828米高，162层，上下的温差达到的10度。这个楼啊可以左右扛5米的摇摆，这个左右扛5米摇摆也很有意思。就是说你如果上去呢，那天的风比较大，你端着一杯水站在上面，你发现你的人没有走动，这个水会有轻微的一个晃动，它可以在风中摇曳，更好的去抵抗风力。这也是哈利法塔神奇的一面哈。那这个哈利法塔呢，上面用的玻璃幕墙是来自于中国制造，可以抵御100年一遇的大风，抵御8级大地震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塔非常非常坚固，非常非常结实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它的诞生和创造过程中，一共是创造了1628项世界纪录啊，朋友们。它的1到38层是世界上第一家阿玛尼酒店，39层到108层是全世界最昂贵的住宅楼，108层以上呢，这边是全世界最奢华的办公楼。这个里面真的很有钱，比如它的76层是全世界最高的游泳池，120层有全世界最高的餐厅，124层有全世界最高的观景台，128层有全世界最高的夜总会，还有现在又建了一个最高的夜总会，148层的夜总会啊！你想一下，你在148层喝着酒唱着歌，对吧？把全世界人民踩在脚下，什么感受哈？那这里面呢，还有158层是全世界最高的清真寺，信仰几乎就放在最高的地方哈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宗教国家，所以信仰是最大的。这里面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电梯，这么一栋楼里面有56部电梯。这个电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哦。大家想一下，我们平时住这个几十层楼的，你等个电梯，如果人一多，是不是要等半天？它有100多层楼，你要等电梯可能等1个小时，可能还等不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这里面的电梯啊都是分层的，最高的是从第1层到125层，这个电梯是最高的，直上125层观景台，最高的观景台哈，这个观景台432米，很好看。那还有呢，很多电梯，比如说到39层、到38层分流的这样子，所以能够保证它畅通无阻。其实啊，人上去是个问题，水上去更是一个问题。它就高828米，可以说是迪拜最高的一个地方了。那你说要把水弄上去，那个水得多高才能上去啊？让水往低处流，对不对？不是水往高处流，对不对？那水要上到162层828米的高度，那个水是不是得有900米才可以上去啊？对不对？那水也是一个难度啊。那就其实这个水的运上去的办法也很简单，怎么简单呢？就是跟电梯一样分流，我先运到38层，再运到100层，再这样一层一层的上去，这样就会减缓了。就像抽水泵一样，一层一层往上抽，这样就会好很多哈。这是哈利法塔，那它里面有很多的世界纪录哈，太多了，一共有1628项世界纪录，可以说数都数不过来。这个哈利法塔呢是2004年开始建设，到2010年只花了6年，这个建筑就建好了。但是哈，这6年你想想，就1000多天，一共就创造了1628项世界纪录，相当于啊，他每天实现了1项世界纪录。哇，这个数据是很可怕的，朋友们。很多人哈，终其一生很难完成1项，他就创造了1628项世界纪录，所以啊，也被称为世界的奇迹之塔啊。这是刚刚看到的哈利法塔。今天早上是不是？昨天晚上大家是不是没怎么睡啊？
是啊，不怎么睡哈，然后接受这个阳光一打，然后大家就这个困了，对不对？没事哈，一会儿我们去阿布达比的路上哈，让大家再好好休息一会儿哈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哈，我们来到的迪拜哈，迪拜这一块跟中国有很大的区别，什么区别呢？就是你一眼望去好像没有什么植被，对不对？迪拜的自然风景来讲一下，一半是海洋，一半是沙漠，一半是海洋，一半是沙漠。所以大家刚刚说，早上就去看沙呀，对。或者早上看沙，你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看沙，哪里都可以看沙，因为这边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沙漠和海洋，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沙漠国家哈，所以这个地方最宝贵的资源，大家猜猜是什么？石油。最宝贵的资源哈，水。淡水资源，世界国家最宝贵的资源，更准确的说是淡水资源哈。这个地方呢，一年降水的次数哈，大概只有10次左右。一年下10次雨，还没有我们那里1个月下的多，对不对？这个季节哈，梅雨季节经常在下雨。那一年下10次雨，每次雨下多少呢？可能下一会儿，10几分钟、半个小时就很长了，下了1-2个小时啊，那就形成了暴雨了。所以这个国家很缺水，很缺水。那我们平时饮用水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海水淡化。海水淡化，很棒哈，很棒哈，大家都知道哈。阿联酋这边最丰富的资源也是我们的海水资源。所以呢，他们利用了这个全世界最先进的海水淡化技术，经过6道工序制作一瓶矿泉水。我手上这个500毫升的矿泉水，大家猜一猜，这瓶水造价多少钱？2美元，50，50人民币，高于2美元，低于50。现在大概来说哈，现在是3美元左右，大概是20块钱左右。这瓶水还是挺贵的哈。那你要知道，在阿联酋哈，就是石油就是最近哈，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原因哈，阿联酋的石油资源价格上涨了，涨了65%，现在已经涨到了7块了，那更有钱了是吧？涨到了7块，即便是涨到了7块，1升石油，这瓶水还要20块钱。那有没有听说过阿联酋的水比油贵呀？不是说油有多便宜哈，在没涨价之前大概是5块钱左右哈，5块钱左右。现在呢大概是7块多钱左右哈，接近8块了哈。那这样一瓶水比它涨完价的石油价格还要高一些，那这么贵的水怎么喝得起呢？喝不起，实在喝不起。一天哈，你就算喝5瓶，100块钱是不是就没有了？怎么办呢？政府也知道咱们喝不起，怎么办呢？就是政府补贴哈，大约政府补贴了90%左右，所以现在拿到这瓶水的价格大概只要2块钱左右，10%。那是不是所有的水都补贴呢？不是，饮用水补贴，其他的水不补贴，所以其他的水还是很贵。那大家可以看到阿联酋还有一个哈，我们说阿联酋遍地是黄金，大家可以看到阿联酋的另一个黄金哈，在我们大马路上看到没有？对呀，大家已经猜想出来了，肯定不是黄金呢，那是绿色黄金，它相当于黄金。现在草坪在阿联酋是很贵的，只有很有钱的人才能拥有草坪、绿植、树木。我们国家哈最常见的东西，在阿联酋是最昂贵的、最奢侈的。我们认为最奢侈的、最昂贵的东西，在阿联酋来说确实很常见的。怎么说呢？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绿色植被，所以大家过来还一定要知道一点，来到迪拜，来到海外，跟我们国家有很大的一个区别。有时候我们的认知会发生一些改变。那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绿色植被哈，这绿色植被，像这些草坪要花多少钱呢？跟大家讲一讲哈。我们首先哈，我们说一说这个草坪要怎么去种植它哈。这个草坪是这样子的，阿联酋这边都是沙子嘛，沙漠，很多东西啊它不适合种植。那像这个草是经过特殊改良的。